也有很多想问。提前了，提前开始了。现在可以连线吗？好，哎，怎么还可以上麦呀？哎，怎么还可以上麦啊？今天是互动直播吗？妈妈，哎，可以上麦吗？老师？哎，今天好特别呀！哎，今天还在外面加班，突然今感觉天是互动很幸福。直播吗？哎，爸爸妈妈，哎，真的好想你们，好神奇！你一个一个踢有啥用啊？你要把它完全关掉，这个连线能关掉吗？等一下，我也上来了。数一文，数一文，数一文！哇，那我可以把它金提前关掉。难吧，难吧，难吧！其实今天还是很开心。哇，早等还是有好处的。真的一直在等待，然后看了一下，发现突然提前开了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天呐！真的好开心。这有点乱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清理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就截个屏，我就走了。哇塞！然后第一次用小红书开，他说你是打地鼠，把他们都打下去。这是什么模式？打地鼠模式？这是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打地鼠模式把他们都打下去了。突然一开播，叽叽喳喳。对啊。你看，AI 提示：临时开启互动功能时，你最慌张的瞬间是什么？是刚刚，就是刚刚。全自动闯祸机。哎，我们能是全自动闯祸机吗？是你们是全自动闯祸机。对，肯定不是我邀请的吧？应该是你们自己点上来的，对不对？笑死了，笑死了！还有个人说南大才是，南大完全胡闹，被陷害了。关掉了已经。OK， 那就行，关掉了就行。为什么胡闹？乱成一锅粥了，又有新素材了。不要啊！我们家不能体面一点吗？哎呦我嘞！我们家不能体面一点吗？我也看不到弹幕哎。好快，跑得好快。南大获得了什么奖励？我获得什么奖励？听说南大的微博红 V 了。真假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偷红了。我不知道哎，我今天都没看。一个人默默的偷红了，有什么用吗？不告诉大家。我也不知道有啥用。不知道，其实也没什么用吧。悄咪咪的红一下，吓到一下你们。悄咪咪的红了，不告诉大家，吓一下你们罢了，只有这个用处。细说咖啡店在喝水吗？是的。这个小红书的语音听也是收音这么好吗？晨翔6点半。什么晨翔6点半？他们还扒到我晨翔6点半的东西了。你还去演晨翔6点半了？我演过一集。干嘛呀？我自己都没刷到。真的假的？你还演过晨翔6点半啊？那还是我童年。我记得我小学时候看过晨翔6点，然后晨翔6点半的总部不是在云南吗？然后我就去演过。我还挺爱看那个东西的。我小时候特别爱看。晨翔6点半，我还有同学现在在里边呢。
真的吗？谁能艾特我一下，让我去看一下这个晨晨6点半？为什么我都没刷到？我也没刷到。你们又哪儿刷到的？演技不错，说你演技不错。我在里面感觉没啥镜头呀。你是演的什么？我就演了一个章节，它不是那种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那种搞笑章节。就是你演的是什么角色？我演了一个钓鱼佬。钓鱼佬。为什么要是钓鱼佬？你就不能是钓鱼的吗？因为我们钓鱼的时候不是都这样叫吗？我跟我弟钓鱼的时候也是。行。骑电动车，我就说怎么刚刚有弹幕说南大去钓鱼了？哎，我也看到了，我还在想，然后说什么陈翔6点半，我还在想是什么。发给我，好的，你们发给我看看好不好？发给我看一眼。我肯定会钓鱼啊。发给我看看。鲤鱼打挺，鲤鱼打挺还没学会。这弹幕真的很快，我有点看不太清楚了。这已经考验我的视力了。超快的。为什么这个比抖音的弹幕还要快啊？他们说泥鳅，他们刚说什么泥鳅打滚？泥鳅打挺。钓鱼佬还助人为乐呢。哎呀，换个话题。哎，我好想看，你能不能用你手机放给我看一下？我找不到，谁艾特一下我了？我看一下。是在哪里啊？肯定有。微博里吗？我不知道，你搜刘靖宇陈翔6点半呢，我好想看一下。这发生啥？刘靖宇陈翔6点半，这也扒到了。军训也被扒到了。谁还给我 P 了个表情包啊？出发了。那怎么没有啊？我没看到视频啊。我没看到视频啊。视频我没看着。哦，这里像那个超级兵。我在这。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它变声了。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为您转播的欧洲杯决赛的现场。现在你看到的是法国队对阵意大利队，现在有10号3垒大球带换台。老婆，好换。皇上，臣妾要告他新妹妹祸乱后宫。真在加油，没钓鱼就行了。好的，谢谢哥，客气。你怎么小时候就长得这个样子了？啥呀？这啥？这我大3还是大2的时候，哪小时候了？哦，我说你怎么小时候就已经长成老时候的样子了？不看了。小时候。我还以为这是他很小的时候呢。我说没有，怎么小年纪一把年纪的？是我大2的时候还大3的时候，我记得。哦，好吧，行吧。这个片拍的还挺陈翔6点半的，就是陈翔6点半的风格。对。忍住，不说。他喊别人老婆，那喊别人老婆就喊别人老婆呗，反正是别人的老婆。这个家很搞笑，这个家是很搞笑。细说咖啡厅，什么咖啡厅啊？武汉的咖啡厅，什么咖啡厅啊？我们去过太多咖啡厅了。拉夫劳伦。吃饭了吗？吃了。今天胃有点痛，我感觉我已经有几天都胃痛了。你刚刚吃了，我给你拿药没？吃了。你吃大西还有其他的吃了吗？吃了一个就吃，你不能都吃吧，只能吃一种吧。但那个管用一点，肠炎宁。
是吗？等会儿如果还不行就再吃吧。你晚上睡觉之前吃。他们还拔到我军训的那个衣服。你不是说那个很帅吗？但是他那个拔出来的不帅。你那时候好细啊，感觉。那个是我大一的时候。没事了，那还小吧，那时候。还撑不起来那个衣服，现在穿肯定会比那时候帅。对，国旗护卫队，我当时是。很嫩。两个人一起把思念忍住，什么把思念忍住？我把思念忍住。什么阶段？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根本不知道。什么咖啡店啊？没听说过呀，不知道。太多咖啡店了，不懂，不知道是哪一个，不讲，不懂，不知道是哪一个，不懂。什么？我俩觉得有问题？我俩没有问题，我俩根本没有什么问题，完全没问题啊。啥有问题啊？对啊，哪里有问题？不知道啊。我钓个鱼我也有问题了。装傻了？没有装傻，怎么会装傻呢？我们有一位真傻。熊。熊。是。他们弹幕说的，我刚看到了。是我，肯定是我呀，那只能是我了呀。真傻当然只能是我了呀。熊是猎物来的。是的。你笑什么？没事。一家人到底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不是说了吗？说了吗？说了呀。对呀。能出一个2人的 vlog， 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你做啥子？做啥子？多喝点水，我喝了好多水，但我今天就是胃特别不舒服，不知道咋了。那你想吐吗？有吗？有一点点吧，就是也不是说想吐那种感觉，就是不知道咋说。别喝咖啡了。今天没喝呀，我今天都没喝咖啡。想我，好的。想你想着你，想你。本周会虐吗？怎么说呢？我问本周会虐吗？应该会吧。怎么讲呢？大家怎么跟大家解释这个事儿呢？本周播多少？就算剧情里面会虐，但是生活里一定会是甜甜的，好吗？是的，大家的生活都是，对不对？天天开心哦。天天开心哦。用四川话喊你乖乖。我看到有人说让我们下次直播玩真心话大冒险。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玩，今天玩。那我们下次再玩。那么真心话大冒险，我们是不是可以？那个是不是可以找点那种题目什么的？真心话大冒险。对呀。真心话大冒险。可以啊，可以的。得露脸玩。是的。得露脸玩。
下次播的时候玩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大家？可以可以。喝粥不好，不好的话，那也没办法啦。我到时候去微博上找一些他们的评论，要以我的视角问熊的。你又奖励上自己了。什么时候？这刘明坤坏得很。谁让你好我打你啦？这是什么秘密吗？我真想踢死你！No no no！ 这金腰带，我们买一个那种测谎仪。哦，就是你不能说谎话，说谎话就会被电。哦，可以可以，那个有那种测谎仪，可以。那你要是说真话也被电怎么办？因为你心跳很快啊。那不能买测谎仪，那应该买心颤仪。心率仪。哇塞，这个弹幕看不到，快的我有点看不到。男大记得带手表，那手表记得充一下电。你那手表是不是坏了？我不知道，好久没用了。就那次直播用了之后，我现在放哪了我都忘了。因为后面都带熊的手表了。谁问你了？他们说谁问你了？用下意识的。怎么换平台了？就随机播一下，就试一下这个小红书的语音听怎么样？他说可以调弹幕的速度，能调吗？我看调一下。评论区设置。没有，之后吧。之后调吧。男大读弹幕，又让你读弹幕，我看不清楚弹幕，飘得太快了。有没有发过仅对方可见的朋友圈？怎么还有人在申请连线了？不要连线了。下次玩你有我没有。我们下次还可以玩那个折手指。怎么玩这个的？就是比如说我有纹身，然后你就得，这不就是你有我没有吗？对啊，就折手指。对，就是你有我没有。或者是今天我怎么样了，可以。那个高难度的武术手牌，最近吧，我最近拍吧，最近好不好？这两天有点忙，这两天有点太忙了。我们下一次出去玩去干嘛？
行。男大爷拍 GG Easy， 他拍过了呀，他发的是我们双人的版本，那个没有被下吧？哦，没有啊。游泳直播，又说游泳直播，游泳怎么直播？那个是对啊，游泳的话，那只能是泡水里直播，游泳播不了呀。对呀，那是泡水直播。密室逃脱好像是不能带手机的。嗯，对啊。而且密室里面的信号也不好吧？而且灯光也很黑。怎么那么多点赞信息？今天心情怎么样？问你今天心情怎么样？问我吗？问我们俩。哦，挺好的呀。心情如何？心情挺好的。你批作业了吗？最近？今天没批，我今天下午有点忙。等一会儿批，等一会儿可以批作业。他们说很虐。预告吗？预告有那个，原来是那个把伞丢掉的那个。我看到了。然后昨天不是还放了一个那个吗？哪个？放了一个彩蛋。昨天放了一个彩蛋，唱了一个风清浪。我知道。几年前的那个彩蛋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小剧场气死了。那个时候还是小小风清浪。对。但是他要经历那些事情，他才能变成后面的完整体的风清浪。经历事情才能成长。彩蛋不敢看的话，应该能刷到吧？受伤好了吗？好了。那个其实不是真摔，那个是假摔。其实我那一直转我也不晕，但是我得演出我要摔跤的那种样子嘛。但是那我就得是真的是失重的去往地上摔嘛。然后而且那个地板是有点，它摩擦力比较大，然后就刚好把膝盖蹭破皮了。是的。但你居然不晕？不晕，晕倒是还好，是有一点晕，但是没有那么晕。是的，那也是真摔破了。主要是他蒙着眼睛，确实我不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。那段戏其实不是特别好演吧？真感受了一下。不必心疼吧，这都是多小的伤呀，不用心疼，你们注意安全就好了。你也要注意安全。我会的。正常来的。没事的。你能合唱一下满纸说？现在吗？弹幕说的。你想唱吗？我都可以啊。我也可以。
你可以唱一下那个版本。那个版本，但我这边没有。谁肩上落满星光，我心无恙。谁开一扇窗，我决心生长。身向人间眺望，在彷徨去慌张。英国北方烛红黄，一走一停断肠。爱在春山坡江东过路，爱在春山坡江东过路，雪山岗。好像要会员耶。这咋办呀？那就不唱了呗，没所谓啊。糖果挑战是什么呀？东过路，雪山岗，西归流浪，莫猎乌江。时间走在星星的轨道上，一到不完，一张张奔赴荒唐。怎么又在说毫无慧根呢？饼干游戏，饼干游戏是什么？是那个吗？是那个那个饼干长长的 Pocky， 然后一人咬一头，然后吃吗？是那个饼干游戏吗？你俩坐着呢吗？我俩趴着呢。是那个吧？是的，是的，他们说是的，是的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爸爸妈妈看没看到黑天鹅？什么黑天鹅？什么黑天鹅？黑天鹅？不知道啊，黑天鹅，黑天鹅蛋糕吗？黑天鹅蛋糕吗？还是啥？推开一扇窗，我决心生长。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说是我的黑天鹅？到底是什么？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对呀，我没有刷到，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没 get。是什么？又是什么雷霆东西？说来给我听一听。说来给我听听。很雷霆啊！这么雷霆的东西，我还是别看了。艾特一下我。我踢死你！你要这样是吧？你不是还艾特一下你吗？这样有点烦。我没看过呀，我不知道。刘明坤，你等着的。我没看过。我把你那些所有那些东西笑料全部收集起来发微博。然后我到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是你小号。我用大号发，谁用小号？谁用小号？谁跟你一样？那我那么多笑料吗？谁跟你一样？我那么多笑料，哪有那么多？你那二哈回归。糖果挑战。刘明坤。就是这个人，他平时表现非常好的时候就是什么小雨，然后一般的时候就是刘靖宇，然后非常不好的、非常糟糕的时候就是刘明坤。我咋了？再不行就是被嘲笑的时候是二哈学妹。被嘲笑的都不是我。
闭麦，闭什么麦啊？他们说我们闭麦了，没没有闭麦啊声音啊。哦，不能，他说不能比刘明坤再糟糕了吧？那可不一定啊，那可不一定。今天没有卡呀。今天不卡呀？今天不卡了。我看不太到。有没有吵过架？没有，我对待你还是很温柔的吧？不是，我情绪很稳定。你情绪很稳定？你稳定在一般不发脾气，但是会哭。哭又不是情绪不稳定的表现。是的。那谁不稳定呢？我们都很稳定。谁不稳定？你想说谁？MBTI 是啥？哎呀，我主要是我有时候很感性，有时候很理性，有时候很性感。对。理性在，为什么说理性在？理性在很多方面。那性感在，性感在很多事情。其实我们两个的 MBTI， 我们在第一次直播好像就介绍过，是不是？是的。那你再介绍一遍。紫老头。你介绍你自己。我是 ESTP。我是 INTJ。是的。ESTP 和 INTJ。T， 那我们两个 T 人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我这两天又刷到那个视频了，就是我们去看那个小剧场那天，说让你自我介绍，为什么你指着我来了一句小雨啊？你是太紧张了吗？我忘了，可能下意识的。但当时就是你那个反应真的很搞笑啊！你对着我小雨，然后过了一会儿，然后你为什么对着他讲他是欧巴？对，有点前言不搭后语。你真像那个 AI， 你知道吗？对，一上去就明确了自己的 AI 身份。紧张了，是你指着我小雨。机器人来的。对啊，感觉到了你很紧张。所以那会儿说要演山羊的时候，我去演算了。但我本来就输给你了呀，石头剪刀布嘛。机器人。朋友圈正面回答一下。因为我有没有发过仅对方可见的朋友圈？问你呢？问你。他说熊，他说熊老师，你看哪有啊？真的呀，你往上看。你就在这放屁吧。他说熊老师有发过仅刘靖宇可见的朋友圈吗？你就滚吧你。真的呀。他说问我们两个的。对啊，是问两个人的。我不干这偷偷摸摸的事儿。
我也没有干过这个事啊，直接就是光明正大的。我怀疑有过。你觉得是哪一条？因为你那条我感觉没有什么人点赞啊。哪一条？你不是还评论我了吗？对啊，就是有一个你染那个粉毛的。对啊，就是刚扎青的时候你染那个粉毛。对啊，那不是仅你可见。光这个上身，然后往泳池里飞跃。哦，那不是仅你可见。那就没有人想赞你。哎呀，工友们都不想赞你，然后我就给你默默点了个赞。你还给我点赞了？对啊，我咋不知道呢？哦，那就是赞你的人太多了呗。我是因为我咋不知道呢？你给我点赞啊？因为赞你人太多了呗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。他们说我就有。就是那个小粉毛。金鱼完了，你看这叫什么？这就叫钓鱼执法，你知道吗？看似在回答问题，实则你今天吃三文鱼了吗？没有，今天不是胃痛吗？又忘记了。不是弹幕问，还三文鱼，就是胃痛怎么能吃生的呢？最好是。他们说要查手机，那个我都删了。行，那我查一下。我现在查，看一下。可爱的脸庞，这是啥？这是我过生日的时候的。结果打开摄像头拍了几张照片。南大的天塌了。是我说把思念忍住，就属那个呀，那个、我们那个是忍住、我把思念忍住。是的。你那个视频是我指导给你拍的。你第一版我看的我两眼一黑，我说你换个，你再拍一遍呢，然后就帅了。那是我自己拍的呢。因为我当时拿支架拍的。对，当时我弟又不帮我拍，那是我在我家里，然后熊在熊家里。想看两眼一黑版，两眼一黑版还有吗？是不是早没了？没有了吧？既然都两眼一黑了，就别看了。两眼一黑的就别看了，还是体面一点。不会有屏蔽熊的吧？你敢吗？那应该没有吧？什么叫应该啊？应该没有吧？什么叫应该？什么叫应该？因为我都没有发朋友圈了。什么叫应该啊？何为应该？又说啥？为什么有应该这个词出现？因为我没有发朋友圈啊。你看我干嘛？查他，不能说查你。又查我了。那我再查一下，再看一下。你干嘛啊？OK， 没有，屏蔽，
如果说你要发一条屏蔽我的朋友圈，你要发啥？屏蔽你的朋友圈？讲我坏话？不会。哦，不会发。哦，哇塞，这完全是什么？那什么查搜索记录，什么，好多呀，要查的东西好多呀。没事了，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查。Oh no！ 你们搞砸了我的。没有必要查，没有这个必要。没有这个必要，你的出路只能是被我放过。咦？我俩爬山吗？可以爬。你给我的备注是什么？又在问呢。我备注是熊啊。还在申请连线。还在申请连线。我们之后真的可以去爬山。这附近其实还挺多山的。峨眉山在成都，在四川。嘘，不说附近行吗？我说是这四川，挺多山的。该查熊的手机了，查我手机，那你们就不在喽。他有我的密码。对呀，我每次开车的时候，我手机就放那儿的。喜马拉雅山。喜马拉雅山吗？四姑娘山。咋了？四姑娘山离我们很远。长白山。那金鱼的手机你会看吗？我不看，我懒得看。完全啥玩意没有。对啊。不会有打开一个手机看到一个。看到啥？看那个贝利呀。那就是我把我们的视频放到封面了。不准有秘密。没事的，每个人都需要有点秘密的。每个人都需要有空间，也要有秘密。我们下次去，我们真的可以去爬山。但是爬山的时候应该是没法直播的。对，那信号不太好。对，而且，但其实我们就算爬山的时候直播，也看不出来是哪个山，都长得一样。有一些看得出来吧？看得出来。看得出来，还能到山上来抓我们两个人吗？那我不知道了。没有这个风险吧？比如说我们去，假如我们要去爬峨眉山的话，那有一些标志性建筑，然后我们先爬上去，我们爬了半天爬上去，结果他们坐那个索道就上来了。可怕。对。你想想是不是这样？
可以录爬山 vlog， 可以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在那里拍照拍的好好的，他没上来。不至于吧？没有那么坏吧？那是恐怖片来的。你笑什么？骑马，说可以骑马。珠穆朗玛峰确实挺难爬的。南大唱斑马，怎么又回来斑马了？斑马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表情包。举起来的那个吗？对啊，就把马搬起来那个斑马那个斑马，你不要睡着了，请给我看看你受伤的尾巴。扮演斑马，是演过一次。不想去触碰你伤口的疤。读弹幕，闭眼分不清熊和金鱼。就意思是我们两个声音很像。是的，是有一点像吧。今天可以说故事吗？考虑打耳骨吗？不考虑打耳骨。打耳骨是不是很痛啊？而且我觉得那个耳骨，我看别人都说打耳骨是会，就是你睡觉是会一直痛的。而且我觉得也不那么好看吧，我欣赏不来。我只能最多只能接受耳垂了。我觉得耳垂是好看的，耳骨会有点不舒服吧。呛到了。我没有纹身，我最近那是贴的。你还是别纹了。你要是真的就是你想纹身，必须得有意义才能纹。不然就很容易腻的，就很容易看腻。别纹。对，我没有想过。没有必要。剧中纹身有啥意义？剧中纹身没有啥意义。那个剧中的纹身不是风情郎的纹身。是熊一文的纹身。是熊一文的纹身。纹身有什么意义啊？就是肩膀上那个是一个筹码，然后里面是一个福道。然后是一个筹码嘛。跟他们说王嘉尔。对，也是那个福道。我看到过我就是看他那个福道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对，但是我又不想跟他一模一样。不一样，所以我就改了。就是这个纹身的意思就是永远可以拥有幸福的筹码。那确实是一个筹码，一个就是筹码的样子。筹码的意思，筹码的意义就是，比如说你永远有翻盘的机会，就是永远有最后那一局能够开最后一局游戏的机会。是这个意思。
然后肋骨上面那2把剑，我上次讲过，一把是竹刀，一把是就是中国的传统剑。然后那个肋骨的位置呢，就是就是我这个给你看，就是竹刀的。这个竹刀是因为它是竹刀嘛，是不会伤人的。竹刀是的那个剑尖是朝外的，所以向外是不伤人的。然后剑的剑尖是朝里的，就是会伤害到别人的部分是会收住的。然后你如果是拔剑的话，也是这么拔嘛，剑柄是在这儿，然后你这样就能拔出去。这个你看嘛，这个是中国的剑，这个是竹刀，竹刀的剑尖是朝外的。所以就是意思就是不会伤害到别人。这个是朝外的意思啊？我还以为这边是朝外的意思。没有，这个是朝外，这个是剑柄，这个是朝外的。然后这把剑的剑柄是这把会伤人的剑柄是朝外的。对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如果就是说不会轻易的伤害到别人，但是如果出现事情的话，是这样拔剑也是顺手的。研究一会儿，研究中，研究过许多实验。熊真的不怕痒吗？真的不怕痒。怎么了？说刚说什么罗马数字？罗马数字是我这个纹身。罗马数字是我之前的银行卡密码。银行卡密码？对，之前的。纹身应该挺疼的。什么？我说纹身应该挺疼的吧？不疼啊。洗的话疼。洗当然疼了，那你纹的时候不疼吗？不疼，纹的时候居然不疼，只有一点点痒痒的，不痛的。熊会腻吗？不会，因为它都是有含义的嘛，而且是我自己的东西，我就不会腻啊。如果只是照搬别人的，就会腻。声音太好听了。银行卡密码也是以前的银行卡密码，我当然不会蠢到把现在的银行卡密码告诉你嘛。那很糟糕了。我不会这么蠢吧？不会有人觉得我有这么蠢吧？当然是以前的呀。那很糟糕了。不会有人觉得我有这么笨吧？还有人说挺见外的。什么？说我挺见外的，说我的那个，我刚刚不是说密码吗？我也还痛吗？有一点点。都是一家人，他们说都是一家，对啊，都是一家人，刷一下怎么了？银行卡拿去刷一下怎么了？刷一下，拿去刷，随便刷。你在这大方起来了。我银行卡里没有特别多的钱。你又大方起来了。我没有。谁允许了？我没有特别多的。
邱总来了，邱总来了，哎呀，真是服了。邱总来了，邱总。吃点胃痛药嘛，吃了，吃过了。刚才邱总给我送了一大袋，阿姨，你家把这传叶宁吃了？对啊，他买了一大袋药，一大袋胃药过来。南大读弹幕，又要求你读弹幕。其实我根本，他们其实想要的不是你读弹幕，是你编弹幕，你知道吗？想要你编弹幕，我根本看不清楚。他们想要的是你编弹幕。大家想，你以为大家想看什么？真的想要你读吗？是想的是像你编弹幕。细说熊吃醋，什么时候吃醋？没有吃过醋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吃醋的义务。细说熊杀青之后怎么找南大的？这儿真的，刚才杀青之后怎么找南大的？怎么找的？打电话找的呗。真编了，真开始编了。细说机场告别。你看刚刚那油，你往上看。为什么一直有人在问王嘉尔和刘靖宇掉进水里不是回答过了吗？救水？对呀、不是回答过了吗？你就仔细想想，他俩为啥要掉水里呢？他俩非得掉水里吗？再者说，他俩非得掉在同一个水里吗？他这个几率有多大？没事，我会游泳。没有这个机会。再说，你们就怎么知道王嘉尔不会游泳呢？都会游，他俩都会游泳。掉进水里了，我就跳进去跟他俩一块游泳，不行吗？研究过许多实验。为什么有人说王嘉尔他来救，怎么没有人要救你啊？没事的，我是自给自足的这种。没事，我来救你。好，王嘉尔老师交给他们。对，有你足矣。睫毛掉了，好长的睫毛。这是头发啊？哪有这么长的睫毛啊？这快10厘米了吧？我看是从这里掉下来的。我有这么长的睫毛吗？你是不是在阴阳我？我睫毛巨短，我没有什么睫毛。我就是觉得你睫毛长，我才说的。你干嘛？就是阴阳，你搞阴阳。哎呀，头拆下来。喂，踩到坑了，难道？熊欺负小孩，踩到欺负一下咋了？谁有意见？你有意见吗？我没有意见。Baby, take my hand. I just wanna be your husband. 'Cause through your Iron Man, I love you 3000. 又要说我讨厌你了，你好久没说我讨厌你了耶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讨厌了。因为现在很喜欢，行吗？行。Baby, take my hand. 怎么弹幕不动了？有没有睡前故事？那我们来讲个睡前故事吧。 OK， 我来搜索一个。可以的。睡前故事。今日份睡前故事。今日份
睡前故事，这是什么？睡前故事。哇塞，有恐怖睡前故事，可以，谁敢听？我想听，我想听恐怖睡前故事。我想听，我想听。真的吗？嗯，大家想听吗？别把大家讲的睡不着了。都说不要，不敢听啊。算了吧，别讲恐怖的了。哎，吃醋不承认的小，可以就讲这个。睡前故事，睡前故事。吃醋不承认的小熊。睡前故事啊，这个名字有点厉害。可以，就这个。那你放一首歌。我先放歌啊。对，放一个干净点的纯音乐。OK， 准备。睡前故事。吃醋。感觉这个音乐有点 emo 呢。换一首。那你换一首，是不是？换一首稍微快乐一点的。对。换一个。南大开始编故事，不是，真的是，我真的就是搜睡前故事搜到了这个。哇塞， OK 我还编起故事了。准备啊，准备开始。吃醋不承认的小熊。小熊最近心情怪怪的，森林里新来了只松鼠小姐，性格开朗又大方，她和小兔关系特别好，还经常一起散步。小熊表面若无其事，内心已经开始冒泡泡。哟，小兔最近朋友挺多啊。小熊一边翻着树叶，一边语气酸溜溜地问。小兔子问：你怎么啦？他耸耸肩：我能怎么样？我无所谓。小熊嘴上说的潇洒，眼睛却死死盯着远处说笑的两人。他的爪子捏着松果壳，差点把它捏碎，嘴上还强装镇定。森林就是这么热闹，挺好。你来。小兔子约他一起摘果子，他原本答应的好好的，结果当场就摆脸了。我不去了，你还是陪你的新朋友吧，我怕我多余。语气就像吃了3斤柠檬一样。他以为小兔子会说你最重要了，结果小兔子真的走了。小熊立刻就后悔了，原地跳脚。他怎么真的走了呀？他怎么真的走了？眼神委屈的像没吃糖一样。第二天，小兔送给他了一块点心。小熊先是别扭地推开他，切，谁稀罕？然后悄悄地转过身，在没人的角落里把点心吃得干干净净，连盒子都没扔掉。晚上，小兔子发信息说：今天有点累呀。小熊秒回道：那你让那个松鼠给你揉揉啊。小兔子问：你在吃醋吗？小熊果断否认：你开什么玩笑？小熊的好朋友猫头鹰实在看不下去了：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啊？小熊气呼呼地说：没有。但是耳朵早就红透了，整只熊像刚从火锅里捞出来一样。猫头鹰叹气：你一醋坛子
动不动就炸，还不如直接告白呢。小熊抱着枕头滚来滚去。要是他拒绝我怎么办？那我可就真完蛋了。他决定试探一下，于是假装不经意地问小兔：那松鼠是不是很喜欢你啊？小兔子笑：他喜欢树叶啦，不是我。小熊突然松了一口气，可是他还是嘴硬：哼，我又没在意他喜不喜欢你。小兔子轻轻点头：你最不在意了，每次都盯着我看一下午。小熊瞬间语塞。终于有一天，小兔主动问他：你是不是在吃醋？小熊眼睛闪躲，嘟囔：我哪有？我只是关心你的社交健康。小兔差点笑出声。小兔笑着说：下次吃醋直接说出来，我会很开心。小熊瞪他一眼：我哪有那么小气？说完，又悄悄握住了小兔的手。从那以后，小熊还是嘴硬，但吃醋的时候不再装了。他会说：我今天可能有点醋气重，你抱抱我就好了。然后等小兔子笑着扑到他的怀里。他学会了表达，也学会了示弱，但他还是会吃醋。但是他不再假装自己无所谓，他说：我喜欢你，所以我会在意，你别笑我就行。小兔子从来没笑过他，只是一次次地抓住他的大爪子说：你吃醋的样子很可爱，让我更想亲你了。小熊的脸红得像个西瓜，连熊掌都藏起来了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明明在意的不得了，却要用我才不在乎来伪装。好在遇到的人懂他，宠他，也愿意拆穿他的所有小脾气。亲爱的，我们梦里见，晚安啦。OK， 讲完了。那我们晚安啦。我说作者是六金鱼，那我是小兔子，我还带过那个小兔子呢。晚安啦，晚安啦，晚安，晚安，气氛都到这儿啦，那晚安啦。